注意看，这是2022年9月8号，小帅公司发布的最新款旗舰手机14 Plus，128G 容量，6999元起步。神奇的事情来了，它搭载了一块60赫兹刷新率的经典刘海屏，而屏幕尺寸却来到了6.7英寸，是小帅公司近几年大屏新机中最便宜的一款。这款手机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市场的激烈讨论。有网友说 iOS 加60赫兹大于安卓120赫兹，只要价格稍微降一降，那必定是双11爆款。也有人说都2022年了，还推出60赫兹刷新率机型，销量绝对扑街。那么实际体验到底如何呢？今天我就邀请小美来做一个体验评测。6999元，大家会购买这台60赫兹刷新率的 iPhone 14 Plus 吗？会的打1，不会的打可以先走一步弹幕。我觉得目前来说，绝大部分人会选择2，不会，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连果吹都吹不动。而且市场行情呢，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个机子目前的处境。14 Plus 开售没几天，第三方渠道价格就已经是跳了很多了，512GB 版本更是直接跳了1000多啊，比去年88机型还猛。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下半年新机的跳水冠军啊。价格不坚挺的核心原因主要呢有2个，一个呢是刷新率还是万年的60赫兹，另外一个呢就是定价过于自信。iOS 加60赫兹大于安卓120赫兹，这显然是很多网友一句调侃，不会真的有网友觉得这是真的吧？虽然说 iOS 过渡动画确实做得很优秀啊，同时流畅度、稳定性呢也做得很好啊，同样60赫兹要比安卓这边的60赫兹呢用起来更加舒服。但说到底，都2022年了，你这6999元起步的机子还用60赫兹，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尤其是14 Plus 还是6.7英寸屏幕的情况下，很多竖屏信息流体验和120赫兹机型相比呢，确实有明显差距。这不是啥 iOS 过渡动画优秀可以弥补的。当然和14 Pro Max 相比的话，14 Plus 呢也有它的优势，那就是重量啊。同样是6.7英寸大屏，14 Plus 呢因为是铝合金中框，再加上主摄相机规格不像 Pro 那么堆料，比 Pro Max 的整整轻了37克。千万别小看这37克啊！对如今的旗舰手机来说，每相差10克左右，实际手感都会相差挺多的。铝合金中框的边角过渡，相对于不锈钢中框也会更加圆润些，所以就日常的握持舒适度来说，确实要比 Pro Max 这种厚重的大板砖机型好挺多。不过机身宽度呢，依然是达到了78毫米左右，拿在手里呢挺伸手的。加上 iOS 万年的左侧向内滑动的返回手势，日常使用基本就告别单手了。如果说14 Pro Max 能够减重到14 Plus 的这种水平，那么日常使用体验肯定会比现在好不少。但反过来说，如果14 Plus 支持高刷，那么势必呢也会影响 Pro Max 的销量。这里大家也可以猜测一下，明年15和15 Plus 到底是会上灵动岛加60赫兹，还是继续保持刘海加120赫兹呢？体验上来说，肯定是后者提升会大很多。但是按照库克的刀法来说，大米觉得前者的概率会大些。60赫兹加 A15， 再加上大电视，注定这个机子在续航上的表现会非常恐怖。经过我们这边的实测，300尼特5G 加 WiFi 混合续航测试 ，iPhone 14的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7小时37分，要比14 Pro Max 还要更强些，直接在我们的续航数据库霸榜了。续航呢是真的强，但充电速度也是真的慢。峰值快充功率和 Pro Max 基本一致，用30瓦 PD 快充头，峰值功率呢可以达到26瓦左右，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4.96瓦时，完全充满则需要1小时53分钟。续航霸榜，充电垫底依然是偏科生的表现。当然有一说一，续航达到14 Plus 这个级别，假如说你的习惯是早上充满电出门，那么晚上回来大概率还是有电的，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充电体验不佳的问题。但还是那句话，什么价位的机型就该提供什么样的体验。iPhone 的快充核心问题呢，还是如果我需要短时间快速回血，那么基本是不太可能的。一方面呢是祖传的 Lightning 数据接口限制了充电功率，另外呢就是 iPhone 的快充迟迟不上电荷奔放案即便是26瓦加的快充功率，机身发热依然是不低，也就进一步影响了快充的效率。14 Plus 拥有更大的机身尺寸，再加上铝合金中框，导热散热能力要比 Pro 系列的不锈钢中框呢更好，理论上高负载游戏表现也会更强。但是经过我们这边的实测呢，其实14 Plus 的游戏表现和14标准版基本也是一个水平。原神 3.0 虚拟地图测试，14 Plus 20分钟游戏平帧率呢是55.1帧，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7.8度，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强制降到了160尼特，整机光呢是4.5瓦。标准版最新系统下，平均呢是56.3帧，屏幕亮度降到了180尼特，整机光呢是4.7瓦，机身最高温度呢差不多。14 Pro Max 平均呢是57.2帧，最高呢是48度。9分钟开始，屏幕亮度强制降到100尼特，整机光呢是4.8瓦。3款机子游戏后半段呢都会出现明显的帧率上窜下跳，所以14 Plus 并没有和之前预想的那样成为 iPhone 版的游戏手机。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一次14 Plus 和14标准版的主板大小完全一致，
双层主板设计 ，SoC 呢放在两块主板的中间夹汉堡，没有热传导效率更高的 VCA 液冷散热，整机的性能释放基本在4.5瓦到4.8瓦左右。这里呢，我们也是用 iPad mini 测试了一波原神3.0虚拟地图，平帧率呢虽然说领先幅度不算很大，58.9帧，但是游戏过程中的帧率明显要稳很多，而且8.3寸 LCD 200尼特亮度下，屏幕呢也没有降亮度，整机光呢是6.6瓦左右。所以说，对于 iPhone 来说，不改主板的设计，不堆 VCA 液冷散热，明年的游戏体验大概率呢是会被8镜的安卓旗舰给超越了。至于这个机子其他方面的一些使用体验，比如说屏幕的整体素质、拍照表现，基本还是和14标准版的是一样的。拍摄体验不错，预览画质所见即所得。相册呢支持 HDR 照片显示，但是夜景画质和安卓旗舰呢有明显差距，而且整体的画面锐化感呢依然比较明显，有些画面放大看观感呢不太好。如果想要拍照好，安卓这边3500档的 X80 已经是领先14 Plus 了。优势部分呢还是视频环节啊，如果想要拍 4K 60帧视频作为生产力工具使用，那么目前来说 iPhone 呢依然是首选。简单体验了几天，14 Plus 相对于14标准版屏幕更大，可以带来更好的影音体验。另外呢就是续航表现要更强，同样大屏，手感呢要比 Pro Max 更加舒服，拍视频挺好用。如果这个机子有120赫兹高刷新率，估计销量呢应该还不错，但可惜的没有如果。我觉得对于那些至今都没有用过高刷的 iPhone 老用户来说，如果想要升级大平板 iPhone，14 Plus 降到5700、5800左右是可以考虑的。官方原价呢还是算了。所以说到底，并不是 iOS 加6赫兹大于120赫兹，而是价格越低，刷新率越高。当然说到这里啊，可能有些小伙伴要说了，为啥去年 iPhone 13系列也是6赫兹，但是卖的明显比今年14系列更好啊？这其中呢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整体环境因素，那就是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安卓阵营的旗舰受制于火炉88和8 Gen 1，核心体验呢都很拉垮，日常使用各种锁帧、发热、续航尿崩，即便是外围规格堆料再猛啊，也没啥用，顶不住 A15 的降维打击啊。但是下半年或者说接下来的安卓旗舰，核心 SoC 呢不再拖后腿，60赫兹刷新率的 iPhone 14、14 Plus 整体的竞争力啊就明显不像去年那么大了。我觉得14 Plus 销量遇冷也是件好事，说不定明年15 Plus 标准版就不会像今年这么夹高了。至于今年取消的13 mini 系列，以后还会不会有啊？大米觉得 mini 系列不在 iPhone 数字系列上继续更新迭代，但不代表以后迷你屏版本的 iPhone 就此消失，大概率呢会用 SE 这个后置继续迭代啊，毕竟现在 SE 的模具实在是太老了，交互呢还是上个时代的产物。或许 SE 呢继续用迷你版本的模具，不仅交互方式可以全部统一 ，OLED 的屏幕、杜比世界等等特性呢也可以全面普及。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iPhone 14 Plus 的体验。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别忘了点个赞，加个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